一个人要对自己狠到什么程度，才能在众生皆醉时守住那一点点清醒？19世纪末的伯恩大学，康拉德·阿登纳干了一件让全校侧目的怪事。为了深夜苦读不困，他准备了一个冰水桶，困了就往里一踩。这不只是勤奋，这是一种近乎自虐的清醒强迫症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这种习惯塑造了他一生的底层逻辑：抗压且极度排斥狂热。当希特勒带着纳粹旗帜，伴随着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来到科隆时，身为市长的阿登纳表现得像个冷漠的异教徒。这不是那种热血沸腾的硬刚，而是一个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技术官僚，对程序混乱最深沉的鄙视。他知道，当一个民族开始通过吼叫来表达真理时，这个民族离火葬场就不远了。当希特勒这个政治暴发户上台时，阿登纳是科隆市长，在他眼里，纳粹不是救星，而是一群破坏法治程序的野蛮人。他拒绝希特勒，不是因为他预见了未来，而是因为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不应该向其低头。结果就是他被免职了，但也正因为这盆冰水，让他成了战后德国唯一干净的政治资产。失业后的阿登纳躲进修道院，他在这里思考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学课题：当纳粹的集体主义把人变成恶魔后，什么东西能把人变回人？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，就是自由竞争加社会保障。这成了日后西德崛起的操作系统。他没有参与1944年那场刺杀希特勒的密谋，不是因为他怂，而是因为他看透了博弈。暗杀只能除掉一个暴君，只有建立一套新的文明逻辑，才能救回一个民族。1946年，德国基民盟成立，这时候的阿登纳已经70岁了，按理说该退休了。但在第一次大会上，他玩了一个教科书级的职场操作。由于会场只有一把椅子，他大步走过去坐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生于1876年，在这里我最年长，这主席我就当仁不让了。”大家哄堂大笑，但这笑声背后是整个德国对老牌权威的渴望，因为在这里只有他有资格说这话。阿登纳是经历了大吼大叫、疯狂煽动的希特勒时代，德国人太渴望一个像父亲一样安详、像官员一样严谨的人出来主持大局了。他不需要有魅力，他只需要有常识。阿登纳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是宣布恭顺战略。他对着废墟上的德国人说：“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必须面对。”这不仅是道德，更是顶级的政治算计。他知道德国在道义上已经破产了，再搞民族主义就是自寻死路。1948年的德国黑市横行，一张马克的价值不如一张厕纸。阿登纳找来了一个叫路德维希·艾哈德的经济疯子。艾哈德想搞市场经济，阿登纳却在背后加了2个字：社会。这就是著名的社会市场经济。它的底层逻辑是鼓励竞争，让你有动力去卷，但国家兜底，不让你饿死。而历史证明他做对了。阿登纳给德国留下的第一件遗产不是金钱，而是一套名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操作系统。阿登纳最伟大的成就是把德国人从集体狂热的幻觉中拽了出来，而用看不见的手让货架堆满香肠，用看得见的手给穷人拉起了一张安全网。从社会学角度看，他完成了一次国民性格的整容。他让德国人发现，比起在战场上寻找虚幻的荣耀，在工厂里拧好每一颗螺丝，在超市里挑选新鲜的奶酪，才是更有尊严的生活，把一群潜在的暴民变成了德国的精工。